課題二：微觀世界一。學生透過學習本課題中的原子、分子和離子的結構，以及元素和化合物內的鍵合，將可獲得一些基本的化學原理知識。同時，學生學習金屬、巨型離子物質、簡單分子物質及巨型共價物質的性質，他們可以理解物質的鍵合、結構和性質之間的相互關係。本章陳述元素和原子之間的關係。元素被歸類為金屬、非金屬或半金屬的元素，描述原子的結構、質子、中子和電子的特性。根據質子或中子的數量定義原子序數 Z 和質量數 A， 陳述質子、中子和電子的相對質量和電荷，以及它們在原子中的位置。如何定義元素中的同位素，是和中子的數量不同有着密切關係。根據相對同位素質量和相對原子質量的數據作相關的計算。元素是一種純物質，不能分解成更簡單的物質。每個元素僅由一種原子組成。例如，鋰，所有物質都是由極小的原子粒子組成，因為原子太細小，肉眼是看不到。例如，生物體是由許多微小的細胞組成。無論是有生命或無生命的細胞，本身都是由許多微小的粒子所組成，我們稱之為原子。它們是極之細小，所以單一個細胞可能已包含超過100萬億個原子。元素可分為3類。金屬，大多數金屬都是固體，例如鈉和銀是固體，但汞是一個例外，它是液體。非金屬可以是固體，例如硫磺，或液體，例如溴和氣體，例如氧氣。半金屬或類金屬，例如鈽，鈽廣泛用於晶體管的製造。金屬和非金屬的物理性質。外觀，金屬表面有光澤，非金屬表面是暗淡的。室溫條件下的物理狀態，金屬幾乎是固體，除了汞，它是液體；非金屬通常是氣體或固體，除了溴，溴是液體。金屬的熔點和沸點通常很高，非金屬的熔點和沸點通常較低。金屬通常具有鹼性和鹽性，非金屬通常很脆，在固態下容易破碎。非金屬不能具有延展性。金屬的導熱性和導電性通常很好，非金屬的導熱性和導電性通常較差。這是元素週期表，表中的每個框代表不同類型的原子，我們稱之為元素。所以，這個方框代表元素鈣。這個是硫元素，我們稱這些方框為核心符號。核心符號告訴我們一大堆關於元素的資訊。看看我們從核心符號獲得什麼。從氫和氦的核心符號，注意的是化學符號，那些是由一個或兩個英文字母組成的符號。不同的字母，它代表不同元素。例如 H 代表氫 ，H 和 E 代表氦。什麼是原子？我們無法探索這些原子是什麼，以及它們是由什麼組成的。首先要知道的是，每個原子由多個較小的粒子組成。它的基本結構是一個被電子包圍的中心原子核，電子圍繞原子核不停地運行，而電子的軌道我們稱為電子層。雖然左邊的原子圖我們只顯示了3個電子在軌道上運行，但實際上所有的電子都會一直在移動。原子核本身由2種不同類型的粒子組成，由質子和中子緊密地連結一起組成。要點重溫。原子的結構，原子的結構就像一個小型太陽系，原子核就像太陽系的太陽一樣，它位於原子的中心，而電子就如太陽系的行星一樣，圍繞着原子核不停地移動。
原子的大小取決於它是哪種元素。基本上，雖然它們是不同類型的原子，但質子和中子具有相同的質量數，它們的相對質量數是1，但電子的質量是極小，並且它的質量對比質子和中子是細小約2000倍，因此可視作非常極小，甚至假設為0。一般來說，原子的半徑大約是0.1納米左右。由左圖的原子結構顯示，原子核中有2個質子和2個中子，而2個電子則圍繞原子核運行。同時，因質子是帶正電，而中子是不帶電荷，故此原子核是帶正電。同時，因電子帶負電，原子總體上是中性的，因此質子和電子的數量必須相同。因為質子的正電荷和電子的負電荷達至平衡，因此整個原子的電荷為0。